2026年2月8号晚上，自民党的总部大楼亮着灯，316个议席，1955年建党以来最多的席次。执政联盟加起来有350席，超过2/3。这意味着日本修宪不再是个梦。高市早苗他站在镜头面前，满脸克制不住的笑意，而他身后是潮水一般的掌声。我们把这个镜头往外拉一点，这个画面就不太对了。就在选举前2周，中国商务部扔出2份名单，各选定了20家日本企业。第一批是即日起禁止出口军民两用的物质，而第二批列入观察名单，以后每一笔的出口都要审批。40家企业一夜之间变成了人质，而赴日的中国游客同比暴跌60%，一年的旅游收入这个损失达到 2.2 万亿日元，相当于是142亿美金。而稀土管制的这个口子已经被撕开，如果持续3个月，仅仅这一项就能够削掉日本 GDP 的 0.11%。1个月之后，高市原本最指望的靠山美国人，他们正忙着把这个萨德系统从韩国拆下来，把爱国者导弹运往中东去对付伊朗的导弹。亚太的反导屏障一块一块被搬到中东。然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日本国内，日产的利润暴跌 94%， 裁员9000人，本田的预测亏损将会高达6900亿日元。在这风雨飘摇当中的316个议席的胜选，日本人和高市早苗还笑得出来吗？我今天想聊的不是说高市这个人好不好，说实话，站在他的立场上，作为日本首相，他做的每一步的选择看起来好像在逻辑上说得通。对华强硬嘛，选民买账，选举能不大胜吗？增加军费，美国整天吹着你要达到 GDP 的多少多少，朝鲜天天试射导弹，中国的军舰绕着日本列岛来转，你说不增加能行吗？喊着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是安倍晋三的遗嘱啊，这个是右翼的政治正确，每一个步骤单独拿出来看，似乎都非常有道理，似乎都是理性的选择，都能够理解。但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有道理的选择串在一块儿看，外交上你跟中国彻底翻脸，安全上你压住了一个正在亚太收缩的美国，经济上你靠一个正在被电动汽车跟 AI 碾压过去的产业结构。我们把所有这一切放在一块儿一起看，就会发现高市早苗给自己织了一条绳子，不是一条，是3条绞索。外交的绞索，对华放狠话，换来的不是谈判的筹码，而是中方全方位的经济绞杀。安全的绞索，最需要美国撑腰的时候，美国人都不在，而且现在他们深陷中东泥潭，连防空系统都从亚太地区往中东搬走了。经济的绞索，汽车产业被中国的电动汽车跟美国的关税两头夹击，而 AI 跟半导体基本上前景堪忧，财政空间却已经见了底。3根绞索同时在收紧，这个就是日本今天所处的一个困境。一个世界第4大经济体，他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制造业的传统，拥有一支越来越能够打的自卫队，站在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但却哪一条路都走不通。我把这个叫做大国耗材的困境。什么意思呢？还记不记得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讲过一个耗材经济学的概念？原公式电池，对不对？你插进去就能用，用完就把你换掉。而现在我们把耗材这个逻辑搬到国际关系上来讲，日本他以为自己是美国在亚太的合伙人，那既然是盟友嘛，那当然是平等的，共同防御的，能够一起维护
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但在华盛顿的心目当中，日本人真的是合作伙伴吗？在我看来，日本是一块电池，是一块插在第一岛链上的战略层面的电池，功能非常简单，就是消耗中国的精力，牵制中国的注意力，在需要的时候充当第一道防波堤。那如果真的是平等的合伙人，应该是可以有权利说我不同意，但耗材不行，电池更不行，电池只能够说我还有多少电。和赖总一样，高市早苗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在大国博弈当中，日本充其量也只是一颗棋子。美国用来消耗中国，中国用来示范说，那如果你们要跟着美国走，这个就是代价。所以日本被两头来消耗，这个就是日本作为大国耗材的宿命。那接下来这个视频，我会从3个维度、3根脚索的角度来拆解日本当前的困局，然后也要顺便回答网友的一个追问：日本这个国家真的有未来吗？我们先说一个时间点，就是2025年的11月份，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的时候声称，中国对台湾动武的时候，可以构成是日本的纯利危机事态，直译就是自卫队可以军事介入台海，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不仅仅只是外交的修辞，这个是在宣示，在给日本将来的军事行动来铺设法律的依据。中国的回应速度很快，先是外交警告，然后是强烈不满，最后人民日报用亵渎历史正义来给这件事情定性。这个措辞很关键，因为一旦涉及到历史问题，在中国的外交框架里头，就意味着是零谈判空间。历史是底线，底线是不能够用来交易的。高市他可能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表达一个国家安全方面的立场，但是在北京看来，他打开了一扇本来不应该打开的门。2026年1月6号，中国宣布对于日本实施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管制，即日生效。1月27号，耿直的高市在电视上又放了一炮，如果美军在台海被攻击，日本不能够坐视不理，竟然还加了码。其实他北京不是一上来就甩最狠的牌，他这个加码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给警告，然后再定性，然后小范围管制，再扩大打击面。你如果够醒目的话，会发现每一步其实都留了一个台阶，你可以随时软化自己的措辞，北京方面可以下一个台阶，大家都缓和这个关系。但高市要么是没那么聪明，要么他想一条道走到黑，所以他没有下这个台阶，他反而加码了。于是北京也别无选择。2月24号，中国商务部扔出2份名单，40家日本企业，第一批20家直接禁止，第二批20家放在观察名单，每笔出口逐一审批，说白了就是随时能够掐断的阀门。到了3月底，高市必须兑现自己的这个竞选承诺，日本防卫省宣布要部署射程到1000公里的新型长程导弹，这个不是嘴炮，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武器系统的部署。中国国防部随即回应说，此举充分证明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威胁。中国对于日本的经济报复，它不是随便扔2个制裁清单那么简单，它是一套组合拳。第一拳是关键矿物与军民两用品的这个定向断供，起手就瞄准了40家作为日本制造业命脉的企业，打的是非常精准，因为是可以直接限制镓跟锗这些非常稀有的金属，以及镝和锑这些核心重稀土的出口。这个管制令一出，日本国内的这个镓的价格瞬间飙升 60%。 要知道这些材料是新能源汽车电机跟军工的灵魂，而日本几乎100%依赖中国，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施压，这个是精准的卡住了高端制造的气管。而第二拳是水产品进口的全面封杀。之前
已经因为这个福岛核污染事件禁了一部分，那这次索性就不留任何余地，扩大到全面禁令，彻底切断日本渔业最大的海外输血的管道。第三权是旅游业的凛冬。2016年1月份，赴日中国游客骤降到 38.5 万人，同比暴跌 60.7%。大家可以算一下，疫情以前中国游客一年在日本的消费规模，光是这个旅游限流这一项，预计就能够让日本每一年损失高达 2.2 万亿日元。而第四权是航空大动脉的熔断，这一招非常干脆利落，大概是50万张中日的往返机票被直接取消掉了，物理上大幅切断了两国经贸跟人员的密集往来。第五权也是真正的底牌亮出来，从定向打击直接升级为稀土出口的全面管制。那如果说第一权是点穴的话，那这第五权就直接把桌子给掀掉了，所有的稀土品种不再区分企业，实施无差别全面断供。一旦这样一种极限的制裁持续3个月以上，日本将会面临超过6600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硬生生的削减它名义 GDP 的 0.11%， 足以让整个日本的工业体系陷入休克。单看每一拳都不是很致命，但是5个拳头加在一块儿打的是一个信号，这不是在惩罚高市早苗你说了什么，这是让你知道我可以一直加码，而你毫无还手之力。而更精妙的是，这不单单只是断供，而且还是合规连坐。2026年，中国把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等20家日本防务企业列入黑名单，意味着说，任何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只要你的产品里头含有哪怕一丁点中国原产的受管制的材料，你就不可以卖给这些日本的军工巨头。那这一招一出以后，三菱重工的原材料采购成本瞬间飙升6倍。没有中国的稀土跟钨，你造什么导弹，造什么高端数控机床呢？所以这些日本政客他们天天吹嘘要搞什么去风险化，要把产业链搬到越南、东南亚去，也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结果他们搬过去才发现，这又是一个地狱笑话，因为东南亚的基建是3天2头停电，工资还要暴涨。最搞笑的是，他们在越南组装的精密的零件，上游的核心材料还要从中国进口。而由于中国的这个原产地追溯的法案，不管你的工厂搬到什么地方，只要用了中国的矿产跟原材料，就依然在管制的长臂之下，你跑得了吗？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这个才是这样一整套组合拳最狠的地方，它不是拿刀砍你，而是拿绳子慢慢勒紧你，你越是挣扎，这个绳子就越紧。中国的经济施压反而帮了高市早苗的忙。2月8号的选举，自民党316席大胜。日本的选民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在搞经济制裁，他们知道，但中国的压力反而让这些人觉得，你看吧，中国果然是日本的威胁吧，高市他做得对。东亚论坛2026年3月的一篇分析说得非常直白，中国的经济胁迫反而强化了高市的牌面。这个就是第一根脚锁里面最屌诡的悖论。高市对华放狠话，中国用经济来报复。日本的民众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他们更加支持高市的强硬路线，而高市就会继续放狠话，继续表现非常强硬，这个会让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继续加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正反馈的循环，每转一圈，中日关系就会冷一度，每转一圈，高市的支持率会再高一点，而每转一圈，那日本人的回头路就又少了一条。高市从选举大胜当中获得的政治资本，不是可以兑换成外交灵活性的筹码，恰恰相反，选民把票投给你，就是因为你够强硬。那你现在敢软下来吗？你不敢。316个议席变成了一条镀金的锁链，
有人可能会说，那高适他为什么不能够一边对选民说一些强硬的话，一边私底下跟中国示好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中日之间已经没有沟通渠道了。中日关系曾经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设施，叫做战略互惠关系。那这个概念是2008年福田康夫那个时代提出来的，后来安倍晋三在2018年访华的时候重新确认过。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政冷经热的保险丝，也就是不管中日两国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分歧都没有所谓，没关系。经济上的合作千万不能够断，外交上的沟通渠道不能够关闭。但是非常可惜，高市早苗把这样一根中日之间的保险丝给烧掉了。他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态，在北京看来是从政治分歧的层面升级到了军事威胁。一旦被定性为是军事的威胁，那战略互惠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没有基础了。你不能够一边说我可能要打你，一边还能够说我们两个大家关系可以继续保持，生意可以继续做。所以2026年2月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们看到王毅的原话就是高适的言论直接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国家主权这4个字儿一出来，那所有沟通的渠道都关上了。在中国的外交框架里头，涉及到主权的问题是核心利益跟关切，核心利益是不能够谈判的，这不是外交姿态的问题，这个是制度的刚性。外交部的人，他就算想要缓和中日关系，他也得不到授权的空间去做任何操作。所以高市早苗他面对的不是说中国在生气了，我们哄一哄他们就好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切换到了主权模式的对手，而这个模式一旦启动之后，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日本方面你们必须要实质性的收回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态。但高市早苗他能收得回去吗？316个议席大家要记住，高市等于说是被自己的这个选举大胜给困住了，所以你说这一根绳子它紧不紧？而且还有一个层面，高市的对华强硬，他指望着是谁来帮忙消化这个后果的呢？特朗普，对不对？高市的整个战略，它的逻辑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就是美国是可靠的，美国会在亚太一直保持强大的存在，日本做了急先锋，日本人出了头，美国人一定会在后面兜底。但是很可惜，没有任何人给高市早苗来撑腰，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根绞索外交上被中国绞杀，他之所以能够被高市接受，是因为他相信第二根绳子不会收紧，但第二根绳索比第一根更狠。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了。10天之后，美军已经开始从韩国撤出萨德系统的部件，转运中东。萨德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那这个玩意儿是干嘛的？是拦截中近程弹道导弹的。在亚太的语境里面，萨德就是针对朝鲜导弹的盾牌，也是整个东北亚反导体系的支柱之一。但是现在6套高德全部都被搬走了，它不是换防，不是轮转，而是因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太大了，美军在中东的防空网络不够用了，必须得赶紧从亚太地区抽调。而同一时间，亚太地区的这个爱国者的拦截弹也被抽调走了。即便是韩国想反对也没有任何作用。那这样一条新闻在西方媒体的这个标题上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新闻周刊它写的是什么呀？是伊朗得了一分，美国被迫从亚洲撤走了萨德防御。被迫，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它不是说战略调整，不是全球战略资源的再配置，而是被迫。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专门出了一个专题，标题就是美国是否在抛弃他的印太伙伴。但你知道，当这样一种级别的智库用问句做标题的时候，其实答案通常都是默认的，是
说一个数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日本2026年的这个国防预算是 9.04 万亿日元，大概是580亿美金，连续第12年创新高，同比增加了 3.8%。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了？重点项目之一就是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升级版，这个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而有了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之后，日本的自卫队就从一支专守防卫的军事力量变成了一支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军事力量。远程打击力量的升级针对的到底是谁？我想不言而喻。问题是，如果你花了这个钱是为了建立独立的防卫能力，那9万亿远远不够。日本的军事架构从设计之初就镶嵌在美日同盟的体系里头，指挥系统、情报共享、后勤补给、核保护伞，全是跟美军深度捆绑的。所以这9万亿日元实际上只是在升级一个美军附件的规格。既然花了这个钱只是为了当好美国人的附件，那问题就来了，主机在哪儿呢？主机现在正在中东忙着打伊朗呢。而且这个附件本身它也不是你想象当中这么健康这么稳固。日本 30% 的人口在65岁以上，自卫队2023年的这个招募目标只完成了 51%， 而航空自卫队的这个缺编将近5000人。为了招到人，这个入伍的年龄已经被放宽到了32岁。即便如此，防卫省还是请不到人。日本的00后，他们宁愿在家里撸猫看动漫，他们也不愿意去穿军装。所以自卫队这样一支根本招不满员的军队，你不管给他配置多么贵的导弹，他的战斗力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是要打折的。这里面有一个博弈论上的经典的困境，叫做同盟困境。任何一种军事同盟里面，成员国都面临2个噩梦，第一个是被抛弃，第二个是被无辜卷入。被抛弃的这个困境就是你的盟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来，而被卷入的困境就是你被你的盟友拖进了一场不是你自己的战争。而现在日本人在这2头都占了。被抛弃，你看美国人现在把萨德给搬走了，把爱国者的拦截弹也抽到了中东，而亚太的反导屏障现在完全是出现了窟窿。下一次朝鲜他们如果射导弹，或者是下一次台海有事的话，你头顶上的这个盾牌它就被削弱了一层。第二个，被拖入。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军费到 GDP 的 2%， 日本人照做了。美国要求日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日本人也在做了。美国要构建一个围绕中国的联合遏制的网络，日本被顶到了最前端。但问题是美国在亚太保护盟友的这个兑现能力正在下降，而它对于日本的要求就在增加。用我们之前的概念来说的话，就是保护费涨了，但是提供的保护却少了。让我再来帮日本算一笔账，日本一年的国防预算9万亿日元，但你知道日本一年的国债利息的支出是多少吗？2026年这个财年，仅国债利息这一项，这个预算大概是27万亿日元，是国防预算的3倍，相当于日本人每花1块钱在自卫队上，要花3块钱去还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本的这个军备扩张是建立在一个债务已经是 GDP 2倍多的财政体系上的。这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大国，而是一个借钱买枪炮的负债大国。10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 1.52%， 创了多年的新高。20年期、30年期、40年期全线创新高。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在定价日本的财政风险。利率上升意味着未来的这个借债成本只会更高，而且日本是全世界最依赖借债的发达国家。所以大家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就是日本正在做一件事情，用一个已经超债的满负荷的这个财政体系去供养一支越来越贵但却招不满员的军队，来绑定一个越来越靠不住的盟友，来应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对手。所以日本人面临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恶化
财政在恶化，因为债务在涨，利率在涨，央行进退两难。军队在变得更贵，远程导弹、宙斯盾舰、F-35的这个维护费没有一样是便宜的，但是招兵只能够完成一半的配额。盟友在走神，美国人他身不由己，陷在中东的泥潭，而对手在加码，中国的这个军费增速远超日本，海军的吨位世界第一，而且他根本不需要把兵力分散到全球各地。美国顶尖智库的这个兵棋推演的结果早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美国真正的西太平洋的战略不是保卫日本的每一寸土地，而是敏捷战斗部署。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战斗机分散到日本各地的民用机场，一旦开战的话，这些民用机场会瞬间成为中国的合法打击目标。换句话说非常直白的说，美国没有把日本当作是盟友在保护，他是把整个日本列岛当成是一块消耗中国弹药的战略海绵跟地理的缓冲带。日本的民航机场、港口、城市居民区在五角大楼的这个推演模型当中都是预设的战场，战火在日本燃烧的时候，美国本土就是安全的。所以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友，日本是一块美国用来挡子弹的肉盾。那这个认知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回过头来看高市早苗的所有的外交和军事的选项，你会发现一个不那么让人舒服的事实，就是高市早苗他以为自己是在强化日本的安全，但他实际上做的事情的实际效果是让这样一块肉盾变得更厚、更结实、更好用而已。有人可能会说，美日同盟这么多年了，美国绝对不可能真的抛弃日本。是的，我承认，在纸面上的确不会，条约还在嘛，联合声明还在，美国的国务卿他一样还是会说，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安全的基石。但是上期视频已经说过了，渣男嘴里说了什么其实根本不那么重要，我们要看他实际做了什么。嘴上说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转身就把爱国者跟萨德搬去了中东。嘴上说让我来保护你，但是转身就让日本人拿着砍刀护在美国人身前。你如果真的想要保护他，你让日本拿着进攻性的武器去干嘛？所以说白了，翻译过来就是我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你得自己扛一会儿。这个就是高市早苗面对的第二根绞索。第一根绞索，他把中国人变成了敌人；第二根绞索，他发现渣男靠不住了。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有第三根绞索，这一根来自于日本自己，一个正在老化的、空心化的、正在被这个时代碾过去的经济体。日本有一个词叫做造物，这个词儿在日本有着近乎宗教般的地位，它代表的是日本对于制造业的信仰，极致的品质追求，匠人的精神，从一颗螺丝钉到一辆整车的全流程控制。日本的经济奇迹靠的就是这个。在家电时代，造物是索尼和松下，全球每一个人的客厅都有日本人的电器，一度也曾经是我个人的执念。而半导体的时代，造物是 NEC 跟东芝。1988年，日本的半导体曾经占了全球份额的 50%。汽车时代，造物是丰田和本田，丰田的精益生产变成是全世界商学院的教科书。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现象？你说奇怪不奇怪？每一代日本的支柱产业都经历了同样的剧本，先是崛起称霸，然后被竞争对手替代。比如说家电被韩国跟中国替代了，半导体被台湾跟韩国替代了。而到了今天，日本半导体的这个全球份额不到 10%， 从曾经超过 50% 到今天不到 10%， 30年弹指一挥间。而被替代这三个字儿，说实话听着还算是比较体面，真实的过程远远没有这么优雅。日本的家电是怎么样退场的？不是死于光荣的战士，而是死于极其屈辱的廉价拍卖。三洋电机他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
塑料收音机。它的白色业务卖给了中国的海尔，作价 1.3 亿个美金。那这点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海尔当时一年的营销费用而已。所以这或许谈不上是并购，更像是收废品。东芝150年历史的日本制造的缩影，白电的这个业务有 80% 的股份卖给了美的，作价 4.7 亿美金。曾经市值1000亿级的一个品牌帝国，连品牌带专利带渠道，被一个相当于是施舍的价格打包清仓。这个就是被替代3个字背后的真实的样貌，不是惊天动地的拼死一战，而是一点一点被蚕食，最后被清仓处理掉了。日本人给这样一种病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加拉帕戈斯综合症。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达尔文当年发现的那些岛上的生物，他们在封闭的环境里头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物种，精妙奇特，完美适应本地环境。但是一旦外部物种入侵，这些物种毫无抵抗力，瞬间灭绝。日系的家电当年就是这么死掉的。当三洋还在钻研洗衣机怎么样能够多出一种微弱的震动模式来体现他们的匠心精神的时候，海尔跟美的已经用智能化的系统跟极限的供应链的整合降维打击，把三洋的东西变成了一堆过时的精密垃圾。而现在轮到汽车产业了，而汽车是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支柱。我们先看看数字，日本7大车企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三菱、斯巴鲁跟铃木2025年的上半年，因为美国的关税，他们合计损失了营业利润的 1.57 万亿美金，大概是975亿美元。而这其中日产是最惨的，2025年上半年它的利润暴跌 94%， 裁员9000人，产能削减了 20%。有分析师已经预测2026年日产可能会破产。 94%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是说跌了 9.4%， 是大出血的 94%， 它的利润基本上快要归零了。而本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2025年它在中国市场的这个销量暴跌 24%， 市场份额凭空消失了1/4。本田预测的亏损将会高达6900亿日元，曾经的利润奶牛现在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本田跟日产在2024年12月他们宣布说要做合并，但这个谈判谈了2个月，2025年2月份谈崩了，原因是治理权的争议，也就是到底应该由谁来当这个老大。而更让人绝望的是，本田不仅在亏损，它还在主动放弃电动化转型的道路。2026年3月份，本田宣布终止3款旗舰纯电电动车型的研发，预计将会产生最高 2.5 万亿日元的减值损失。本田的逻辑非常合理嘛，因为纯电项目烧钱，而混动的利润看起来还不错，那么就可以继续依靠混动活着呗。电动汽车的转型还可以再继续搁置一阵子。但这个恰恰说明了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的一个致命的困境，它不是说不能够做电动车，而是它不愿意做，也输不起。当一家顶级的车企被迫为了短期的活命而放弃未来赛道的争夺，这个其实就预示着日本从能源转型的主角沦为旁观者的信号。日产跟本田用2种方式共同演绎了同一个悲剧。日产破产，本田逃跑，都是在向世界宣布日本的汽车产业从此以后出局了。这个就是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燃油车的时代已经在结束了，而日本在电动车上，他们不仅是严重掉队，而且还在主动放弃。丰田作为全球汽车销量的王者，靠混动车在2025年全球的销量甚至还增加了 5%。丰田的策略一直在坚持说纯电不急，混动才是最优解。这个策略说实话在3年以前或许还能够说得通，但是现在呢，
丰田在中国市场的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 7.5%， 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丰田章男，丰田家族的这个掌门人，他在干嘛？他在到处宣扬900万辆纯电车的这个污染等同于2700万辆混动车。他甚至说，真正的跑车必须有汽油味。当丰田章男还在怀念汽油味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了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特斯拉跟中国新势力的这个软件迭代以周为单位，而日本的车企以年为单位。当日系的车企为了活命，最终在2024年宣布要联合开发车载系统的时候，未来的汽车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船票。未来的日本车大概率只是挂着日本车标的金属外壳，里面的灵魂是美国的谷歌或者是中国的华为。这个就是汽车产业丧失主导权之后的最终结果。更尴尬的是，日本曾经一度寄予厚望的纯电平台的首款车型，那这个车闹了一个全球的笑话，因为车轮毂这个螺栓的设计缺陷，这种车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的车轮有可能会直接脱落。丰田作为堂堂的全球汽车的霸主，连轮子不能够掉这样一种100多年以前的工业底线，现在都守不住了。所以这都不能够说是掉队了，这个是在电动化转型上日本汽车产业的彻底老死亡。而中国这边发生了什么呀？比亚迪2025年的出口量是105万辆，同比翻了1倍。他们不光是在中国国内吃掉了日系车的份额，它杀进了东南亚。我们知道泰国、印尼、菲律宾，那这些东南亚国家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日系车的天下。泰国为例哈，日本汽车曾经占到了市场的 90% 以上的份额，但到了2025年年底降到了 68%， 而中国的品牌从零开始涨到了2位数。这不是在日本汽车的非核心市场抢份额，这个是在日本汽车的后花园里面放火。而在澳大利亚，日本汽车已然失守。2026年2月份，中国产的汽车在澳大利亚销售是22362辆，首次超越了日本的21671辆，成为澳洲单月最大的车辆来源国。日本从1998年以来连续领跑澳洲进口车市场，而这样一个将近30年的霸主地位被中国一举终结了。然后还有特朗普，2025年3月份25%的汽车关税重新启动，直击日本对美出口。我们可以品一下高市早苗这个处境，中国的电动车从下面掏空了日本的新兴市场，而美国的关税从上面砸烂了日本在美国的传统市场。这是一个两面夹击的窘境。日本汽车产业的 CEO 此刻的心理状态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知道这个世界在变，但我手里的资产、工厂、工人、供应链全是燃油时代的。我不是不想转型，而是整个身体太沉重了，根本转不动。这个就是经典的创新者的窘境。克里斯坦森写的那本书活脱脱就是今天日本汽车产业的剧本。你过去越成功，你的组织、你的供应链、利益集团它就越庞大，你就越难在新技术到来的时候及时掉头。汽车产业已经足够让日本人头疼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黑洞 AI。 人工智能可是未来呀。但是在聊 AI 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地狱笑话。2024年6月份，当全世界都在谈论 ChatGPT 这些算力怪兽震得头皮发麻的时候，日本的数字大臣河野太郎他在推特上非常兴奋地宣布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日本终于废除了1034项要求政府的系统使用软盘的法规。软盘啊，我怀疑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过这个东西。3.5寸的古董，容量只有 1.44 兆的塑料片，在一个号称机器人大国的地方，直到2024年，日本的公务员还在用软盘传递文件。
不仅如此啊，77%的日本学校靠的是传真机来沟通。新冠疫情期间，无数日本打工人，他们冒着被传染的风险跑去公司，不为别的，就只为了在纸质文件上盖一个实物印章。你说这个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吗？我觉得不是，这个叫做僵尸精神。日本的数字化水平跟它的这个 GDP 排名之间的落差，大概是全球发达国家里面最荒诞的。而这样一种荒诞跟落差，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被放大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日本在 AI 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简单的回答就是没有位置。2025年年初，中国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一夜之间改写了大模型的这个市场竞争的格局。今年年初，我们看到 Kimi、Minimax 跟 Cdance 再接力爆发，在长文本推理、视频生成跟多模态应用上百花齐放，彻底引燃了中美之间新一轮的科技狂欢。中美两国在 AI 的前沿阵地疯狂的飙车。美国有 OpenAI， 有谷歌，有克劳德；中国有 DeepSeek， 有语数机器人，有阿里，还有这么多的 AI 初创企业。欧洲好歹还有一个独苗苗，但是日本呢，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没有他们自己的大模型，没有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甚至连像样的 AI 创业的生态都没有。日经有一篇文章，标题非常直白，中国在 AI 领域的速度让日本望尘莫及。孙正义的这个软银的愿景基金，他们投过一个明星 AI 公司，号称能够用人工智能自动写代码，拿了3000万美金的融资。结果华尔街日报调查之后发现，背后是几百个远在印度的程序员，24小时3班倒，在那里手戳代码。外表光鲜亮丽，而后台全是印度人在踩缝纫机。那这个就是日本 AI 产业的真实画面。日本政府当然想要追赶，所以2026年财年 AI 加半导体的预算是 1.23 万亿日元，大概是79亿美刀。79亿听起来不少了，是不是？但是你要跟谁比？英伟达一个季度的资本开支就超过这个数，微软它一年在 AI 上都会砸几百个亿，而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个 AI 投资加起来会是天文数字。79亿美金，在这样一场算力军备竞赛里头，连入场券都买不到。问题的根子还不只是在于说这个钱够不够，在于人。2025年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年薪12万美元，新加坡都有 5.1 万美元，而日本是多少？ 3.6 万美元。顶尖的 IT 人才要么就远走高飞，要么在陈旧的终身雇佣制的这个体系里头慢慢熬资历。到了2030年，日本的 IT 人才缺口将会达到79万人，没有这些人才，日本拿什么搞 AI 呢？但是也必须要说，日本不是一无是处哈。半导体的设备，日本全球份额占到了 30%， 半导体的材料全球份额 50%， 东京电子、信越化学这些名字在芯片供应链里面是绕不开的。但问题是什么呀？半导体的设备跟材料是卖铲子的生意，淘金热的时候卖铲子你也能够赚到钱，但是卖铲子的人他永远不会成为金矿的主人。日本卖半导体的设备卖材料，韩国它造存储芯片，台积电做代工，美国设计最先进的逻辑芯片。而在这个翻工的链条里面，日本占据的这个利润算是不错，但确实战略价值非常有限，它只占据了中间环节。更荒诞的是什么呀？是这些卖铲子的日本企业正在被他们的美国盟友强制抽血。东京电子为例他们原本有超过 40% 的收入来自于中国市场，但是美国一纸禁令要求日本必须要配合对华半导体的设备进行出口管制。日本人非常乖的听话了，主动断掉了自己在中国的这个财路。结果呢，美国的设备商他们转头就通过
从白宫得到的各种豁免的许可，偷偷的把设备卖给中国，抢占了日本企业空出来的市场份额。你为了盟友的大局，你自断一臂，但你的盟友却转身就背刺你一刀。这个就是当耗材的第二层的悲哀。你不仅要替大哥挡刀，你还要成为大哥的血包。更要命的是什么呀？如果有一天中国把日本人唯一还占优势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跟材料也国产化了呢？你说这一天远不远？5年以前你也会觉得说中国人造不出电动汽车，毕竟连日本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比如说发那科、安川这些精密工业之神，也已经被中国品牌蚕食了。安川的中国营收占比从曾经的 25% 暴跌到 15%。 所以我们把所有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一块儿看，汽车产业在萎缩， AI 根本就是缺席，半导体只在中间环节，工业机器人它的市场份额正在丢失。日本经济还能够靠什么来成长？靠借钱。日本的公共债务 GDP 的占比大概是 230% 到 250%， 具体的数字各家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但是这个量级没有争议，全球发达国家当中日本是最高的，遥遥领先第二名意大利。而日本国债的余额是超过1342万亿日元，日元的汇率一度跌到了159日元对1美元。您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日元的贬值对于出口企业是好事儿，丰田的这个海外利润换成日元更多了，但是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进口的商品是全线涨价，能源在涨，食品在涨，什么都涨。而高市早苗的应对方案就是暂停了 8% 的食品消费税2年，这一项措施每年减收5万亿日元。一个债务是 GDP 2倍多的国家，他们选择减收5万亿，一边是9万亿军费来扩军，一边是5万亿日元来减税，一边还背负着全球最重的公债。你来告诉我，日本这个数学题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做得平？这个就是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第3根绞索。3根绞索到这里全部都收紧了。当我在准备本期视频材料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个细节，日本的经团联，就是日本最大的企业家协会，他们一边给自民党右翼的政客捐钱，一边看着中国市场的份额一天一天缩水，急得不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群日本的企业家左手给鹰派的政客递送政治现金，而右手拿着财报看着中国市场的这个订单一行一行消失掉，左手点火，右手灭火，这个是不是战略精神分裂？日本人这些企业的供应链绑定在美国人身上，但它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日本的政治路线是紧跟美国怼中国，所以3个方向撕裂成3半。经团联的人他们并不傻，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市场是丢一块少一块，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在今天日本的政治氛围里头，谁要是敢站出来说我们应该跟中国缓和一下关系，谁就会被扣上清华的帽子。所以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只能够干着急等着被耗死。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从就任时候的 70% 以上，到2026年1月份跌到了 57%。 这个支持率的下跌并不是因为对华强硬的态度，因为这个反倒是它的加分项。下跌的原因是因为物价，普通的日本人现在最关心的不是台湾海峡，而是超市里的鸡蛋多少钱一盒。日元跌到了159，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本进口的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涨价了，这些涨幅直接传导到了消费的终端。在东京跟大阪，以前去食物银行排队领救济的大多是无家可归者，以前在夜里8点以前
专门赶到超市买当天下架打对折食品的是弱势群体。而现在呢，队伍里头站满了衣着整洁的人，有全职工作的穷忙族，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他们不是失业者，他们有工作，只是他们的工资追不上物价跟日本汇率贬低的程度。看到衣着体面的日本人排队领取免费的大米跟蔬菜，这个画面说实话，它的杀伤力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强。30年不涨工资的国家遇上了输入型的通胀，而这个通胀还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经济的数字，它有非常具体的地名——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于中东能源设施的大规模打击，触发全球能源危机，油价从去年的70多美元瞬间飙升到接近120美元，液化天然气价格翻番，这些不仅仅影响到了美国跟欧洲，对于日本这样的能源进口大国来说，冲击是更直接、更致命的。对于一个 80% 的能源跟大量粮食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日元贬值就是日本老百姓的催命符，原本就因为央行释放而贬到159对1美元的日元，现在又要因为中东的地缘冲突而买单。电费涨，汽油涨，进口食品的成本也在跳跃式上升。高市试图要暂停 8% 的食品消费税来缓解民众的压力，但这个只是用透支国库来补贴民众的伤口。日本的社会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所谓的地缘青年，指的是那些非大学毕业然后留在老家从事蓝领或者低薪服务业的青年群体。他们占了日本社会的 50%， 但在政治当中完全没有声音。他们的平均寿命在下降，结婚率在崩盘。右翼政客通过煽动中国威胁论，给这一些底层的男性灌输虚假的民族优越感。而当战争的代价真正来临的时候，最先被送上前线的恰恰就是这个群体。日本的年轻人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父母柳弹。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辈子能不能过得好，全靠投胎时候的运气。就好像扭蛋一样，一旦扭到一个穷父母，那这辈子就没有希望翻盘了，阶层彻底固化。但是这样一种绝望正在升级，年轻人发现他们面临的不单单的是父母扭蛋的失败，更是国家扭蛋的崩盘。政客为了自己在华盛顿的体面，为了保住大企业跟财阀的利益，毫不犹豫地透支日本年轻人的未来。而面对这样一种非常绝望的局面，日本出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新现象——新留洋劳工潮。曾经是亚洲第一的国家，如今的年轻人要去哪儿呢？他们要背井离乡，去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摘草莓，去加拿大的多伦多端盘子。为什么？因为在澳洲摘草莓的这个时薪是日本便利店打工的2倍以上。而最刺痛日本国民尊严的是什么呀？2024年到2025年，澳大利亚的边境部门开展了一次扫黄行动，驱逐了大量从事非法性工作的外国女性。而在被遣返跟注销签证的女性当中，日本籍的女性这个比例超过 52%。 曾经书写下日本第一的那个国家，如今如果你走进银座的奢侈品牌店的话，满屋子都是操着中文跟英文的游客在扫货。本土的日本年轻人只能够以非常卑微的姿态在旁边提供服务。日本已经沦为了发达国家眼中的平价后花园。但这里有一个更加夸张的地狱笑话。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手里头，其实他有一个选择，加息的话确实能够把日元的这个汇率拉回来，压住通胀，但只要利率上涨1个百分点，日本政府每一年的这个国债利息支出就会瞬间暴增3.7万亿日元。不仅仅是如此啊，日本国内有无数靠着
零利率、苟延残喘的僵尸企业，他们将会在一夜之间资金链条断裂，失业率会瞬间起飞。如果保汇率的话，政府会破产，企业会倒闭；如果要保利率的话，日元会暴跌，老百姓根本买不起大米。这个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送命题。所以这不是汇率的失败，这是日本整个国家坐标体系的坍塌。高市早苗给日本开出来的药方是什么呀？是暂停食品消费税，完全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还是借着钱来治标。日本经济根子上的问题是日元持续贬值，产业的竞争力下滑，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所有这些根本，高市他一个都碰不了。他不是不想碰，是不敢碰，是碰不了。因为触碰任何一个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碰汇率政策，金融界不会同意；碰产业转型，经团联不同意；人口政策，日本已经讨论了30多年了，见过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吗？所以高市早苗他实际上选择了一条最容易走的路，对外放狠话，对内发红包。这一条路的逻辑闭环很完美，对华强硬嘛，所以选票会到手，选举大胜可以继续强硬。但这样一条路的终点是什么呀？跟最大的贸易伙伴翻脸，却依赖一个正在走神的盟友，支柱产业被中美两面夹击，新兴产业完全缺席，而日本的财政已经见底。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国民在食物银行排队，年轻人在南半球摘草莓，女孩在灰色地带挣扎求生。有人曾经问过我，日本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先说结论，有，但不是高市早苗追求的未来。日本并不是一个废柴国家，恰恰相反，它是全球第4大经济体，它的这个基础科研的能力，精密制造的这个底蕴，国民的素质，放在全球依然是毫无疑问、毋庸置疑的第一梯队。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这些资源正在被用来做一件错误的事情，用一个正在萎缩的经济体去供养一场正在升级的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的地缘对抗。1995年的时候，日本一国的 GDP 能够吊打整个亚洲，但是到了2025年，日本已经不及中国沿海4省之和。毫无疑问，日本已经失去了整整30年，但是很多日本人依然沉浸在大日本帝国的幻梦里头，没有醒过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认清楚自己在亚洲经济版图上的位置已经变了。现在不是说要不要做亚洲老大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在中国跟美国这全球唯二的2个霸权之间选一位老大。但是在高市的路线底下，这些政策转向的空间正在一天一天缩小，每一天不转向，套在日本脖子上的这个绞索就会更紧一圈。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日本，但历史不看你日本曾经多么辉煌多么优秀，历史它只看你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你有没有做对选择。高市早苗他选择了强硬，日本的选民选择了支持，中国选择了对抗，而美国选择了自顾不暇。每一个人每一个方面都做了自己自认为最正确最理性的选择，然后套在日本脖子上的这个绞索就收紧了。而这个大概就是日本作为大国耗材的宿命。你并不是被某一个敌人打败了，你是被自己所有正确的选择一步一步的送进了死局。我是艾森，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祝大家有新鲜愉悦的一天，谢谢大家。